如果新柔地铁真的把跨境通勤压到5分钟，改变的不只是出行效率，它真正难的地方不在轨道，不在列车，而在边界本身。因为你看到的是一座车站，背后运作的却是2套法律、2套执法体系、2套数据规则。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次做的不是一项普通基建，而是一场很少见的治理实验。旅客为什么可以在一个地点完成2国手续？马来西亚官员在新加坡境内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列车跨过海峡时，法律边界又是怎么切换的？这期我们不从工程参数讲起，而是从法理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拆开这条只有4公里的跨境铁路，它为什么非建不可？新柔之间的通勤不是偶尔堵一下，而是长期处在高压状态。新柔长堤和第2通道承载的是工作、上学、物流、消费，还有两地工资与物价差形成的日常流动。对很多人来说，跨境不是旅行，是生活本身。问题是，现有模式太吃时间，高峰期排队、换乘、安检、出入境，一层一层叠上去，最后消耗的不只是通勤者的耐心，也在消耗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率。企业招工会受影响，物流安排会受影响，柔佛和新加坡之间原本可以更紧密的产业协作，也会被边境摩擦拖慢。新柔地铁的意义就在这里，它全长大约4公里，连接新加坡雾兰北和柔佛新山5级查卡，设计运力是单向每小时1万人次。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说明，它不是补充方案，而是要接管一部分最密集的跨境人流。更关键的是，它服务的不只是今天的通勤压力，还对接了柔新经济特区的更大布局。只要跨境时间和不确定性被压下来，企业对两地配置人力、仓储、办公和消费场景的判断就会变。也就是说，这条线看起来很短，实际改的是经济地理。可一旦目标是5分钟级别通关，传统的先出一国再入一国几乎注定跑不起来。所以真正的突破不是把车开得更快，而是把边检流程彻底重组。一指通关，英文通常叫 co-location， 意思不是简化一点流程，而是把2国的出入境、海关和检疫程序放到同一个出发站点完成。你从新加坡出发，就在雾兰北一次办完新加坡离境和马来西亚入境。反过来，从新山出发也是一样。这样做的好处很直接，列车不用在边境中途停车，旅客动线也不会被切碎，效率才能真正上去。但麻烦也立刻出现了，因为这等于允许一国官员在另一国领土内执行本国法律。对任何主权国家来说，这都不是小事。新加坡为此专门立法，马来西亚也有对应法律安排，目的就是把这种跨境执法放进清晰边界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外方官员不是完全自由执法，他们在指定区域内可以履行通关职责，也可以配备执行任务所需的标准装备，但权限是被严格限定的。公开说明里反复强调的原则就是，外方官员在对方领土内的活动只能发生在明确划定的清关区域，而且必须服务于铁路通关本身。换句话说，这不是主权转移，而是功能性授权。授权很具体，边界也很硬。比如在新加坡境内的马来西亚清关区，马方官员可以进行证件查验、入境决定、相关盘问和秩序维护。但如果出现更高层级的刑事问题，处理机制并不是无限上纲到外方直接全面接管，而是回到双方事先写好的程序，由属地执法体系介入。这种设计的重点不是让谁多拿一点权，而是避免灰区。因为跨境系统最怕的不是规则太严，而是出事时没人知道谁负责。这个逻辑在海峡桥段上表现得更明显。新柔地铁跨越柔佛海峡的高架桥，法律上连事故责任和司法管辖的切换点都被做了精细划分。公开资料提到，
分界设在特定桥墩之间，也就是常被提到的47和48号桥墩区间。它的意义很直接，列车一旦停在某一侧，适用哪国法律，哪一方先处置，后续调查怎么走，就不需要临场争论。对普通乘客来说，这像是很技术性的细节，但从治理角度看，这恰恰是系统能不能稳定运行的核心。因为跨境交通最怕的不是日常通关，而是突发事件。只要规则写得足够细，主权敏感性反而更容易被管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非常克制的制度妥协，两国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司法底线，但都接受在一个高度限定的场景里，让对方的国家机器部分进入自己的空间。这种安排之所以罕见，不是因为做不到，而是因为它要求高度互信、持续协调，还要有足够强的法律工程能力。新柔地铁真正稀缺的不是4公里轨道，而是这套把边界变得可操作的法理设计。法律边界只是第一层，第二层更敏感，是数据。因为一纸通关的本质不只是两国官员坐在同一栋楼里，而是两套系统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身份核验、出入境判断和风险筛查。你在闸机前刷一次证件，背后跑的是多个数据库，权限控制和实时传输。问题来了，这些数据归谁管？在哪里处理？谁能留存？出了问题谁负责？这几年，数据主权已经不是技术部门的小议题，而是国家安全议题。尤其是生物识别信息、旅行记录、黑名单比对结果，这些都属于敏感层级。对新马这样高频跨境流动的场景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硬的隔离和传输规则，一纸通关就很难建立公众信任。公开信息显示， RTS 的通关安排并不是把两国系统混成一套，而是强调分区、分权和受控传输。简单说，马来西亚官员在新加坡境内履职，不代表数据就自动脱离新加坡的法律环境。数据采集发生在谁的领土，相关保护义务就不能被跳过。系统设计上要做到的是让外方能够完成本国入境审查，同时又不能在本地形成不受控的数据滞留和二次使用空间。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专用网络、访问权限和审计机制，哪些终端能看，哪些终端只能传，哪些数据必须实时送回本国核心系统，哪些日志必须保留以备追溯，这些都要在制度上先写清楚，否则一旦出现误判、泄露或者系统中断，争议会非常大。另一层常被忽略的是安全协同，跨境系统不是平时顺畅就够了，还要考虑故障和危机，比如列车在海峡段停摆，车站出现可疑物，通关区发生医疗紧急事件，甚至更极端的安全威胁。两国到底谁先响应？谁负责风控？谁负责疏散？谁来主导调查？这些都不能等事发后再谈。所以近年的联合演练很重要。演练不是做给媒体看的，它是在测试那套纸面规则能不能在高压场景下真正执行，包括通讯链路是否打通，指挥层级是否清楚，跨境移交是否顺畅，证据保全是否兼容。换句话说，一纸通关能不能成立，最后拼的不是一句合作，而是两国能不能把互信具体化成流程、接口和应急标准。新柔地铁如果跑通了，它提供的不只是一个通勤样板，也可能成为东南亚处理跨境基础设施治理的一套参考。所以回头看，新柔地铁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2026年通车后能不能更快到新山，而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没有可能把一条跨境铁路做成区域一体化的制度样板。它把交通、法律、数据、安全和经济布局全部绑在了一起。只要这套机制稳定运行，柔佛和新加坡之间的人流、消费流、就业流，甚至产业分工都会被重新定义。接下来的问题也很现实，通勤门槛下降之后，柔佛会不会更深地嵌入新加坡的经济腹地？新加坡本地的住房、
用工和消费结构又会不会出现新的变化？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判断，欢迎把观点留在评论区，也欢迎订阅频道。接下来我会继续用新加坡这个窗口拆解周边国家的地缘变化，以及他们怎样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经济和生活。